朕每每想起晋府，都恨不能杀他而后快。朕把河道交到他手上，每年给他那么多的银子，他竟如此回报朕对他的信任。不杀他，难消心头之恨。皇上，晋府不能杀。明中堂有一句话说得对：晋府有罪，但同样他有功。黄河能够治到如此地步，工程都是由晋府所设计。如若换人的话，岂不是前功尽弃吗？那先生有什么想法？河道工程之选，须得能够让晋府的工程计划进行到底才是。如此人才，何处去寻？可别再提崔薇雅。不是崔薇雅，是他的弟子，晋府的副手陈天一。且容朕再想想吧。中堂大人，下官有负中堂大人的期望。你这是做什么？皇上动了雷霆之怒，此事再难善了。我和晋府恐怕难逃一劫，故将玉炳龙送还。请大人放心，此案绝不会牵扯到大人身上。你让我情何以堪呢？大人，下官不求大人在此案中为下官做什么，只求大人能保得下官一命。大人，日后下官必定涌泉相报。保你一命，本中堂还是能做到的。只要命还活着，不怕日后不能顺利起复。放心，我必定会帮你。谢大人。只是景福那边，晋府不足多虑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中堂大人，下官告辞。慢走，不送。主子，晋府在到处找你。事已至此，找到我也没用。汤福会怎么样？主子，陈家最近防范得很严，奴才一时没找到机会下手。这个汤福会看见过我跟福伦的密谈，尽早把它解决了。遵命。你前后2份供状皆不相同，究竟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呀？我原本不敢做伪证，只是晋府他以犬子的虔诚相诱我被迷了心窍，只得听从他的安排，将高邮水患的罪过栽赃给工部啊。据陈部堂所言，你给他写过一封信，写了什么？如今密信何在？部堂大人刚来高邮之时，我就将河道工程的弊端
告诉给了步堂大人，只是后来受晋府的胁迫，就将密信之事告诉了晋府。晋府派人将密信偷出，并当场焚毁了。此案你已反复数次，我们如何相信你此话属实啊？我已经放弃了儿子的前途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们若是不信，我可以和晋府当面对质。把黄思敬带下去。传晋府。黄思敬称，是你与妻子黄岭虔诚相诱，引其作伪证，将水患之祸栽赃于工部，你知罪？我也是逼不得已呀。谁逼你的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原以为这个案子轻易便能接过去，没想到崔维雅死咬着我不放，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你怕崔维雅咬你什么？来人，带崔维雅。这种风骨之人，也可宁死，也不会令自己的清誉蒙尘的。跪下！崔维雅，你初时坚称晋府改旨误国害民，后来又称赞晋府此举大善，你自己说说，为什么要改口啊？因为说了假话，可以做总督，可以做河道总督。谁许你的？他找我的。他说晋府的任期已满，如果我能说一句话，下一任河道总督便是我。崔维雅，你空口污蔑！你说本院让你说假话，你可以人证物证。我就是人证。难道这一切不是你和明中堂一手安排的吗？改旨高家堰，高邮修重堤，就是为了方便你们改道为桑，把每年朝廷拨下的巨额河工银子据为己有。你们将银子拿了，皇上要诛我九族，要诛我九族啊！晋府，你休要胡言乱语，污蔑本中堂。你说本中堂指使你贪墨，你能拿出证据吗？当年是你指使王继文污蔑崔维雅，是你把我捧上河都之位，却逼我对你言听计从。改旨高家堰，你逼我改旨高家堰，就是为了满足你的私利。你可有证据？吏部尚书李之芳，当年就是他牵线引荐我，拜于明珠门下。你们将他找来，我愿与他当场对质。晋府，你说本中堂何德何能，竟然可以控制于你？看来，咱们就请礼部堂过堂对质吧。那么，有请礼部堂。礼部堂见谅，本官奉旨办案，有些话要问询于你。索大人，请讲。晋府声称是你引荐他拜到了明中堂门下，
因此他可以得到河道总督一职。也是因为明中堂的授意，他才改到高家院，然后又……荒谬！10几年前，下官就是个穷翰林，连妻儿都不能养活。若非明相您出手相助，又焉能有今日啊？嗨，礼部堂言重了。当年我也是看中礼部堂的才学，才有心结交的。河宫一案虽说已经控制在我们手中，可一旦出现意外，唯求中堂照看我妻儿周全。你自己的妻儿，还是你自己照看的好。放心吧，不外是暂时之事。日后有机会起复，你我还要一起为朝廷出力的。有明中堂这句话，下官就放心了。当年我见他确有治河之才，所以我才起了惜才之心。在仕途上，我帮了你一把，岂料你非但居官不正，还倒打一耙，胡攀乱咬。明中堂，诸位大人，只因本部昔年识人不明，才使得小人如此误国害民。本部愿受重罚，以恕己过。金福，你该当何罪？你想翻脸不认人？你，还有你，还有福伦，我们前几天还在一起喝酒，你们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？喝酒是不假，难道不是你请了我们，意图向我们行贿？怎么？莫非是被我们拒绝了，便想挟私报复？我竟然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情。此事我已写成折子，呈给了皇上。我初到高邮之时，他便约了我与总督府相见，当夜给了我1万两银子，还许诺我以后河宫银子分1半给我。哎，我没抵挡住诱惑。福伦，你胡说！我拿了你的银子替你办事，然后我去找了崔维亚。哼，人皇上都说，崔维亚本就是一个出尔反尔、善变的小人，他的话更听不得。福伦，我要杀了你！你想干嘛？你大人！福伦，你给我站住！禁止说话！肃静！福伦，我要杀了你！把他给我压下去！福伦，我要杀了你！明中堂，做事情不能太绝吧？莫非索大人也与此案有干系？哼！你说郡府咬了明珠，但李之芳却一肩担了所有的罪责。是的，这个明珠啊，先生可知道，朕为什么让明珠主审河宫案？臣愚钝。这个案子，明珠在其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？在朝廷里到底势力如何？这些朕都不知道，所以朕既要查清楚，也不能打草惊蛇，还得安抚他，让他放心。所以皇上才让他来亲自审问靖府。但让朕没想到的是，李之芳竟然揽下了全部罪责，这就更加说明明珠识大。
调查明珠这件事，朕就交给你来办。不管是买官卖官，还是私结朋党，都要给朕查个一清二楚。臣遵旨。另外，这个李之芳，朕是不能再留了。吏部这个烂摊子，朕不放心交给别人，还得你来接。臣绝不负皇上所望。五爷，敬你一杯。请。秀儿，你是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呀？五爷，确实有事情。讲。汤小姐，是你？难得，汤小姐还记得。是你要杀我？你就是那来明中的走狗。你是自己跳下去呢，还是要我把你推下去？我爹都被你们害死了。为什么连我都不放过？你不想想，你都偷听了些什么？在这个女尸身上有一块燕归堂的地盘，本官认为，也许和燕归堂有些关系，便请燕姐来瞧一瞧，确认一下。燕姐，请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个忙你帮也得帮我，不帮也得帮。哎呦，我一个妇道人家能帮你什么呀？您呀，还是另寻他人吧。我要是真另寻他人，恐怕到时候着急的就是你了。好，成。哎，五爷，五爷，哎呦，五爷，我陪你喝酒吧啊。说吧，要我做什么？帮我认一具女尸。这不是齐言吗？齐言？是啊，就是我燕桂堂的姑娘，是个哑巴。前些日子啊，刚离开我们那儿，这没想到死在了这里。主子，事儿办成了。好，只要他死了，陈廷敬就是知道的再多，没有人证物证，
他也白搭。当年皇上力排众议，选晋府做这个河道总督，谁曾想，最后也落了个如此结局啊！其实当年的晋府也是个风骨傲然之人呐。老师啊，这多硬的风骨也抵不过每年数百万两银子的封食啊！就连当年那傲骨铮铮的崔维雅，不也落此结果吗？你还真是误会了崔维雅，他也太想摆脱皇上扣在他身上的异端邪说这4个字了。臣督察院迁都御史郭秀，参奏督察院左都御史符伦、河道总督晋府吏部尚书李志芳，3人相互勾结，今日提河道，明日议挑郡，浪费河银数百万两之巨，而河患依然存在。大半河银被3人充饱私囊，还夺其良田，囤地分肥，其罪不可赦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天见圣明，臣恳请皇上严查严处。天堑圣明，请皇上严查严处。请皇上严查严处。请皇上严查严处。李志芳、符伦，居官贪猎，徇私舞弊，渎职重罪，革职查办。至于那晋府，朕本该将他千刀万剐，以平江南百姓之愤恨。然朕已在孝康章太后忌日，大赦天下，不好再造杀孽。着晋府原职解任，流放宁古塔。还有那蔡义荣，身为协办大臣，却左右摇摆，无任事之能，就贬去甘州，做个知府吧。皇上圣明。晋府的话虽无证据，但皇上已经开始疑心于我了，用了索额图来压制我。那又如何呀？皇上到底离不开您，朝政更是不可一日无您呐。是啊，朝政一日不可无本中堂，而皇上一日不可无陈廷敬。是啊，皇上下旨让陈廷敬任吏部尚书，就是要断我的后路啊！这个陈廷敬不能再留了，否则前面有索额图，后面有陈廷敬，我这日子就不好过了。陈廷敬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敕曰：朕清理万机，历有年所，与部院大小官员行事无不深知。今在庭诸臣，自大学士以下，接近3、5成群，互相交结，商谋私事，群弊同党，图取获贿，作弊营私，种种情状，朕久已确知。亦硕加戒狱，然未见未悔。今朕特令工部尚书陈廷敬调任吏部，还吏政以清明。钦此。陈大人，请接旨。臣谨遵圣意。陈廷敬到任吏部数月。不辞辛苦，明察暗访，终于做到对官场积弊、官生民情了如指掌，继而大刀阔斧，整顿吏治，推行新风，卓有成效。今平江、安顺、永顺、陈州、延陵等5府县地方长官开缺一事，朕已拟定补缺人选。个人履历出身，卿族师友皆已查访明白，
誊录在案。先生自到任吏部以来，宽严并济，内外整顿，弹压结党之风广开财路，朝廷才有了一番新气象啊！皇上谬赞，臣不敢当。皆因有皇上雷霆圣意在上，故能有此破竹之势。臣不过是代行天命，恪尽职能而已。先生不必过谦，清除吏部积弊，才能把有真才实学、拨付权臣的官员提上来。官员任免，摆脱权臣授受，才能遏制住朝廷中私立门户之风。先生与国家社稷，功不可没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这50大寿的日子还没到，这帖子都这么老高了。要真到了正日子啊，还要宴请10席，我看都不够。到时候怎么招待呀？夫人不用担忧嘛，但同往昔一样便是。我陈廷敬不比明珠和索图他们，携厚礼者免入府门，入得府门者皆客随主便。只有粗茶淡饭、清粥小菜，无论官位品阶，一视同仁。即便是清粥小菜，那也得有地方招待呀。你看咱们这个小院子，哪能招待那么多人呢？难道你这个堂堂的一品大员，要在胡同里宴请宾客吗？那这就为难我。爹，娘，宫里边来人了。传皇上口谕，吏部尚书陈廷敬，克勤忠正，有功于国，特赐城东宅地1所，以贺陈卿半百之寿，并致君臣相得之喜。谢皇上隆恩。隆恩。陈大人，我陈廷敬何德何能，受皇上如此厚赐？陈大人，恭喜了，恭喜了！快来起来吧。这是房契钥匙，宅地中诸事齐备，大人只需择定良辰吉时，举家迁入便是了。朕今日读史，览前朝兴亡，颇有感触。朋党之祸，历朝历代都视为大患。今日我们君臣共坐论史，各位大人对此有何高见啊？奴才以为，朋党固然祸国，然而不可一概而论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小人阴力苟合，私结朋党，自然为祸。然君子慕贤，以道义相交，同心同德，共襄国事，何祸之有？譬如前朝东林诸君子，力抗权阉，国之清流。如此朋党，于国于君，有何不利？明中堂果然饱读诗书，高见卓识啊！明中堂此言差矣，下官以为，东林党难称清流，更非君子。陈大人，何出此言啊？既曰朋党，自然有党同伐异之心，借济世救国之名，行排除异己之实，祸国乱政，误君害民。古今君子，皆独来独往不成？真正的君子，群而不党。好一个君子，群而不党！李煜，取纸笔来。上纸笔。
君子群而不党。朕携此条符赐予百官，明中堂身为百官之首，就由你带领了吧。谢皇上赏赐御书。谢皇上。王继闻之后，又有进府之事。皇上虽未明说，但心中定生猜忌。陈廷敬取代李之芳执掌吏部，分明是有整治结党之意。皇上早年对东翁虽有猜忌，却始终未有流露，只是眼下举止有些反常。早先陈郭二人对东翁的暗查，莫不是皇上亲自授意？看来我的韬光养晦、忍让退步之策，并未打动皇上。此一时彼一时吧。皇上渐渐已无需再通过我弹压朝政。东翁，眼下当务之急，不是韬光养晦，而是要尽早铲除心腹之患。陈廷敬此人无欲则刚，机无破绽。要想铲除他，只有从别处寻找可乘之机。此刻只有劳烦柳堂兄为本中堂筹谋了。可乘之机，东翁，在下已经为你想好了。陈廷敬九族亲友，在下又重新暗访了一遍，有一个人被我们疏忽了。哦，你指何人？湖北巡抚张骞。张骞，对，此人早年虽然跟陈廷敬只是一般的朋友，我们没有在意他。可是眼下情况不一样了，张骞已经跟陈廷敬成了儿女亲家。哼，张骞，此人才干平庸，谨小慎微，在湖北数年，无功无过。在他身上有何可乘之机？东翁，在下已经打听到了他的软肋，掌握了他的嗜好。此人无异于官场斗争，唯独痴迷于金石书画。人有嗜好，必有欲望，投其所好，必能共之。皇上这一封一赏，闹的动静可是太大了。如今他陈廷敬在4九城里，那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啊。皇上近几日的举动非同寻常，他似乎是有意要扶植陈廷敬入阁。三哥此话当真？当年为了遏制鳌拜专权，皇上扶持起我们赫舍里一家，后来为了制衡我们赫舍里一族，又捧起了明珠这个破落户。如今明珠一人独大，皇上岂能安心呢？提拔陈廷敬，不过就是故技重施。明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三哥，那如今的陈廷敬岂非是手握尚方宝剑，代行圣意啊？他这50大寿，咱们还真得下点功夫，给他准备一份大礼。寿帖可以下，人不去，礼不送。功夫得做在暗处。那个唐佛爷的事情，明珠那边有动静吗？没有，我一直派人盯着。明珠那边啊，
好像是真相信唐福慧已经死了。打那以后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先沉住，先，走。再来，给足劲儿，中劲儿，对，拉，走。启禀太子殿下，索大人，望基先生已经到玉庆宫了。好了，殿下今天习文的时间到了，今天的舌剑到此结束。索大人，我今儿不想读书，不想练剑。殿下切莫任性，奴才知道殿下喜爱骑射胜过读书习文，可是圣人之道也是要学的。殿下难道没听说过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吗？索大人所言极是。一礼。晋人从小被郑和太皇太后宠坏了，颇有任性自专之处。这2年，幸好有索大人陪伴在侧，时时规劝，朕倒是免除了不少顾盼之忧。谢皇上夸奖。奴才虽能规劝殿下，可实在是武夫出身，学问不佳，无法与殿下坐而论道。如陈编修这般少年才俊，堪称是太子良伴呐。索大人此言甚得朕意。庄里人，现在你以后在宫中无事，就常去玉庆宫陪太子读书论道。臣领旨。去吧。现在汪基先生执教东宫，岂能命师长久候？儿臣告辞。哦，快去把这银耳汤啊，去热一下，小火温着，等小姐回来就能喝上。是夫人，别凉了啊。好。来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松子酥还有菱角糕都买到没有？哎呀，赶紧拿过来呀，小姐马上就到了。是夫人。娘，若有一日我也远行了，可记着也这么惦记我啊。当然了，我对你还不好啊，没良心。庄里，你看你娘，彩薇还没到家，她就乐成这样。要是到家了以后，还不知道你乐成什么样呢？得了吧，你还说我呢，你没乐呀？切，你可就别笑话娘了。你看看你那样，到门口跑了几趟了？10几趟了吧，娘？啊！彩薇把琴带我回来，那你的胡都得急埋了。少爷，少爷和姑爷马上到了。啊，到了！哎呀，走姑爷您回来了。陈英啊，陈英，拜见岳父岳母大人。陈英，彩薇呢？你信中不是说2人一块回京的吗？我不是病了。岳父岳母莫急，我们临行前才发现彩薇已经有孕在身，不宜舟车劳顿，故这次只有小婿独自来给岳父大人办寿。哦，太好了！走吧。陈英啊，你们在湖北过得可如意啊？如果遇到什么难事，一定要坦诚相告。都挺好，都挺好。咱们是一家人，有话直说无妨。岳父执掌吏部，可知荆南道祖泽参？莫不是那位名将祖大寿之子？正是此人。祖泽参以荆南道兼领盐道，把控着湖北的盐政，骄横跋扈，肆意敛财。家父虽看不惯此人的所作所为，但也无力管制，很多时候只能睁只眼闭只眼。此人只不过是一个道台，难道伯父堂堂巡抚不能节制于他？官场之事哪有那么简单？
祖师乃武将世家，辽东名门。当年太宗定辽，多得祖大寿相助，酷似这身能承袭父婴，入朝为官，岂是一般的道台呀？不错，祖泽深自是出身功臣之家，根本不把家父这个府台放在眼里。家父在湖北无所作为，故只能日益寄情于书画。你爹信中说，不久前得到了半部古诗四帖真本，可有此事？古诗四帖，那可是草圣张旭的传世之作啊！确有此事。相熟的古董商无意间为家父觅得，家父不惜以重金购之，视为绝世珍宝，每天把玩，爱不释手。如今正在托古董商到处寻求下半部。哈。怎么，岳父是觉得家父玩物丧志？你爹与我少年同窗，我知道他一直心慕张旭草圣之名。